各位交易员，大家好，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个概念，就是引线。每一根 K 线都有引线，对不对？大家一开始可能觉得，引线有什么好讲的，对不对？引线怎么可能变成一个操盘的一个工具呢？其实引线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价格传导的工具，就是 ICT 它会把引线作为一个 gap 来交易，就像一个 gap 一样，就像一个 fair value gap 一样来去做交易。所以呢，引线它就非常的重要，特别是我们在做日线交易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想做这一波，你做空，你在这里做空往下，怎么样做呢？你在日线图上，对吧？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你能判断这一天会跌吗？就很难判断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观察这个引线，这根引线呢，我们把它四等份，比如说我们用斐波那契把它四等份，把它四等份之后，你看第二天在第一时间框架上，这一个 K 线在这些不同的价位，在50%、25%、75%的位置，它的反应是什么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现在呢用一个指标，我们不用手画，用一个指标把它精确的画出来。好了，这个指标呢，它就会精确的画出来。那么这是前一天的上影线，它会把它四等份，这条虚线是50%，上面这里是75%，这里是25%，对吧？然后这个下影线也是，它会把它25%、75%、50%，对吧？都是从下往上来去看。这个 body 它也会把它四等份，25%、50%、75%。那么这些就是前一天的交易范围里面，这里每一根线都是重要的位置。我们在做日内交易的时候，我们就去观察价格在这一些线条的附近，它是怎么反应。好，我们就去到一个第一时间框架，我们现在去到15分钟。好，我们来到了15分钟。15分钟呢，这个指标它会自动映射到15分钟。那么到15分钟的时候，我们来观察，这是昨天整个的价格行为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9点半开盘第一根8，开盘之后它立刻往下跌，但是它形成了一个长的下影线，对不对？然后跌的这两根 K 线，它的收盘是不是都收在这个下面的25%往上的地方？然后这根8往上走，突破了这个高点，这根8往上走，突破了这个高点，那么这里就变成了一个 order block， 对不对？它再次跌回来这里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买涨？然后这里还形成了一个 FVG， 加上这个下影线，这里上面25%的地方，跟终点是最敏感的位置，也就是会有最强支撑的位置。那这个地方你是不是可以做多？在这里 FVG 加 order block 加上这个影线上面25%，那你可以做一波多，对不对？这是昨天。然后到了这里的时候，这它形成了上影线最高点，然后你看它在回调的时候，往下的时候，它有没有突破这个上影线50%的地方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在这里盘整，对吧？然后第二天的时候，你看我们就观察前一天的这些影线，它相对它的价格相对这个影线它是怎么样来去表现的？比如说这里，首先它突破了最高点，然后它没有持续，这根8之后没有持续，然后就跌破了这个最高点，跌下来了，往下跌，然后它的 body 一直收在这个最高点之下，还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看跌的 FVG， 这是在盘前。这一根8是9点半的这一根8，如果你发现这个情况在盘前它是一个下跌的趋势，形成了2个下跌的 FVG， 然后这里一个回踩，回踩它也是回踩到前一天的影线的50%的这个位置，它的 body 收在里面。那么它在9点半开盘，如果你判断它下跌，这里有个 FVG 看跌，你是不是可以在这里挂一单下跌，对不对？你的止损就放在这个最高点这个地方，那么这一波你就可能吃到了。然后它跌下来呢，你观察前一天的下影线，如果
前一天的下影线，今天要把它跌破的话，它就可能会下跌。但是前天的下影线的50%跟上面25%的这个位置是最敏感的、最强支撑的位置，对吧？你看它的 body 是不是收在这个25%之上？这里是从下往上是75%，从上往下就25%的地方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强支撑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在更低时间框架上去看，这个地方一定会有 FAG 的形成，对不对？一定会有看涨的 order block 的形成。那我们去5分钟去看这个地方，那我们把这里标出来。好，在这里我们来看，这是5分钟的，对吧？这是一个下跌，然后一个反转，这里也有很多下影线，对不对？好，在这个地方，你在这里看到了一个 FAG， 对，这是5分钟的一个 FAG。那我们假设再去到1分钟 K 线图，你看看在这个地方有没有 FAG？有没有 FAG？ 肯定是有嘛，对吧？这就是一个 FAG， 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 FAG 的指标来去看一下，把它精准的画出来。FAG， 它就会出现了。那我们在这里，刚才就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这个 FAG，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看涨的 FAG， 然后这里的 FAG 是一个反转 FAG， 你看它是不是突破了这个 FAG？ 这个1分钟，这是一个看涨的 FAG， 对吧？如果你发现它在这个影线的上面25%的地方，它获得了支撑，又形成了一个 FAG 看涨突破短期高点，那么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够在这里做多呢？在1分钟的 K 线图上直接下单，对吧？那你是不是可以拿到一波，拿到这里来？好，这个就是这个影线的一个作用。好，我们把这个 FAG 的这个指标把它关掉，我们继续回到15分钟来去看，还是看这个影线。我们今天主要讲影线，不讲 FAG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它就涨上去了，到这里，你看它涨到哪里？是不是涨到了这个前一天的这个 body 75%的地方？这里碰到了阻力，对不对？下一次的回调，它也是回调到了这里，然后它就在这里盘整，对吧？这就是最近的一天它的一个价格行为。然后你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就是它的下影线，前一天的下影线，它是没有跌破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它的 body 都是收在这个下影线的上面，对吧？那说明这个地方有强支撑，它还有机会往上涨。好，这个是看昨天的影线。那我们再看，比如说其他时间的影线，是不是也有影响呢？那我们来分析这个价格行为。你来看，这里是一波下跌，对不对？从这里一直跌下来，对不对？那跌下来之后，我们发现细微的价格行为是什么呢？这里有一个波段高点，这根 K 线把它给突破了，这根阴线，这根阴线把它给突破了，对吧？那这个就是一个有效的突破，只要是影线突破，我们就当做是 market structure shift， 对吧？这里是一个波段的一个低点，这里又形成了一个波段的低点，然后它突破往上，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看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如果再次被向上突破，那就是强烈看多，那可能会到这里来，可能会到这里来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观察这根影线是不是最重要的一根影线，对吧？是一个波段高点的一个影线，那我们就把我们的指标放在这个影线上面来，看看它在这里是怎么样的表现。好，我们放到前面的第3天，这是前面第3天，1、2、3，
它就上来了。第3天，这是 body 加上 week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把我们的引线，把这个指标固定到前面第3天这个波段高点的这个上引线、下引线和它的 body 上面来，然后我们再回到15分钟来去看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到了15分钟，你看这个15分钟上面呢，这个部分，这个粉色的这个部分就是波段高点的上影线，中间的这里是那个 body， 这里是下影线。那我们来观察这一天它从这里有一个回踩之后，第2天的开盘它直接开在这个 body 之上，然后它涨到了哪里？是不是涨到了这个波段高点的上影线50%的地方，然后就遇到了阻力，然后跌下来了。然后这个地方你观察往前面看，这里是一个看跌的 order block， 对吧？你把它横过来一看，看到这里碰到了阻力，那这个地方在盘前你就可以去做空，因为这个地方是8点钟到8点半的时候，就是经常会有一些新闻发布，会有大的涨跌幅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你可以在更低时间框架上，就跟我们刚才一样去找这个 FEG 去做空，或者直接你做这个 order block 做空，那么这一波你就可以吃到下跌。然后你看它跌呢，跌到哪里？跌到了这一天的下影线最低点之下之后，它又回来了，一直在这个之上，你每次一跌破它就回来了。然后这一天的 body， 你看它直接高开，它的 body 就没有再跌破这个最低点，这个引线的这个最低点就收在上面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它也突破了这个下影线的50%，站上去了，对吧？这个嘛，从这里都站上去了，然后从这里它就站上了这个 body， 对吧？然后这2根 K 线被向上突破，它就形成了一个 order block， 对不对？那你可不可以在这里做多，然后又吃到这一波上涨？然后你看它涨到哪里？是不是又涨到了这一天的上影线50%的地方？又遇到了阻力，对不对？然后又跌下来，跌到哪里呢？跌到这里，这里是一个 order block， 因为这个是个 order block， 这个它交易到这个里面来，但是没跌破，那么这一根8，这根阴线它就是一个 propulsion block，propulsion block 的一半是很难被跌破的，就基本上不会被收盘收在下面，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强支撑，你就可以在这里也是做一波多，而且在这里有个看涨的 FEG 15分钟，对吧？你可以直接在这里做多，对吧？这就是做 intraday 的时候，你来用这个引线就能看到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表现。然后这里就是我们最近一天的一个表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引线的日线的引线，你把它映射到第一时间框架上的一个用法。然后呢，周 K 线我们也可以去看，就是更高的时间框架，我们也可以去看它的引线，它是一样的，同样的起作用。比如说前一周它有一个很长的下影线，那这里形成了一个波段低点，对不对？那么它没形成之前，你怎么去判断呢？你看这个引线它能不能跌得破，对不对？在50%的地方，25%的地方，它是什么表现，对吧？我们就把它调整到周 K 线上去看，比如说这里是一天，我们就把它调整到1周一个 week， 然后是最近的一个 week， 调整到一个 week， 调整到一个 week， 调整到OK， 我们现在就看我们最近的这一周，在前面这一周它的价格是什么表现的？我们去到更低时间框架，我们就去到日线图。那么前面这一周呢，因为有那个感恩节的一个影响，所以它只有4天的交易，对不对？前面是4天，然后这里就是它的下影线的部分。你看它的下影线的部分，实际上是一根波段的低点，是一根有下影线的这个反转的阳线，对吧？然后这一天开盘，这是星期一，它直接开在哪里？开在这个75%这个位置，50%之上，然后它直接往上走，走到了
上一周的 body 之上，那么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，对不对？它突破了这个 body，那么它要看涨这一周，然后这里就发生了这一天形成这个波段高点的这一天，突破了这一周的最高点，然后有一个回调，正好踩到这里，对不对？踩到这里是什么？这里有个 order block， 这根 K 线是一个 order block， 对不对？它踩到了这里，刚刚好，你看这根 K 线的最低点就是在这个 K 线的最高点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 order block， 那这个地方它就会涨啊 ，OK，order block 又涨上来，然后又涨到了这里，那现在它很有可能就突破这里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在日线图上，那然后到这里，然后到这里，因为这里有很多的买方流动性，还有一个重点需要观察的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缺口，有一个跳空缺口，这个跳空缺口大家可以看到，是不是没有一根阳八从这里往上穿越？这个地方只穿越到了25%不到，它就下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里一根阴八是往下穿越的，所以这一个缺口它就有可能有一个大的阳八从这里直接穿越上去，到这里，甚至到这里，所以这个地方至少是我们一个保守的目标，就是说这个缺口的上面的上边沿至少是我们一个保守的目标，它肯定会到这个地方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周 K 线的一个引线的一个用法，在月 K 线上同样的是适用的。比如说我们月 K 线，我们看前一个月这个下影线，我们每一周每一天在这里的表现是怎么样的，对吧？我也可以看这个引线，所以我在操盘的时候，不仅仅是说做日内，我做波段交易，持股1-2周的，我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去观察它的引线附近的一个表现。我们把它调整为月，看最近的一个月。那如果这一个月它要继续下跌的话，它一定要突破这个下影线的50%，就是下影线的50%，它要突破，收盘价要收在下面。如果它收不下来，就说明这个地方是有支撑的，它就会往上涨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这一个月你看，它开盘就开在这个50%之上，然后它是在往上走的。然后我们看每周它是怎么表现的，比如说这个是月 K 线映射到周 K 线上，连续4周它是下跌的，然后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下影线，这周的开盘它就没有跌破这个下影线的50%，然后就往上涨了，站到了这个 body 的里面。那现在在 body 的25%的一个地方，但是它已经站到了影线之上，那么它有没有可能？而且它已经突破了这个前一周的高点，那么它是很有机会来到这一个月的 body 的50%的地方，扫这里的买方流动性，还有这里的买方流动性，所以它是有机会来到这里的。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周 K 线上，这里是一个什么 order block 看跌，对不对？这个 order block 的开盘价就是一个敏感的位置，所以说呢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gap， 对吧？这个 gap 就是我们前面看有一个这个 gap， 这里有一个 volume imbalance， 有个 gap， 就是我们刚才看过的这个 gap。所以说呢，在周 K 线上看，它是至少有机会来到这个 order block 这里，来到这里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月 K 线的引线，在周 K 线上来去看，然后我们再看到日 K 线，对吧？就去到了我们刚才这里嘛。所以你会看到呢，在日线上看呢，这里就是形成波段低点的这一天，它的 body 收盘收到哪里？是不是收在这个50%之上？收在这个月 K 线的引线的下影线的50%之上。这一天它试图往下跌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它也是在50%之上获得了一个支撑，然后就向上突破了这个引线，突破了这个月 K 线下影线的最高点，往上走了，然后突破了这个波段高点，形成了一个新的波段高点。那现在就是一个看涨的一个趋势啊，对不对？那它就有可能涨到这里来，也可能涨到这里来，然后
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缺口，对吧？它有可能穿越到这里来，对吧？这个就是这个引线的一个用法。这个引线呢，无论是月 K 线、周 K 线、日线、15分钟线、1分钟的线，它的引线都是一个同样的用法，就是你看它上涨还是下跌。上涨的时候，你要关注它的上影线50%是不是被突破，还是有阻力。下跌的时候，你要关注它的下影线50%的地方是支撑，能不能被突破，这一点就非常重要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用这个指标来去观察，无论是做日内交易还是做波段交易，它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指标。所以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，就找一些关键点位的引线去关注，比如说这个波段高点，这个波段低点，这个波段低点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里是一个波段高点，它的引线你别看它在日线图上很短，但是你在做日内交易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一个很远的距离。然后这个波段的低点的引线，这个引线，这个引线，对吧？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重要位置的引线，你去关注它，你就可以有交易的机会。所以看完之后，大家是不是觉得你对引线有了不同的认识？因为它蕴藏着很多的交易的机会，而且让你能够看到市场的方向是向上还是向下。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价格传导的一个工具。你可以做很多的这个日内的交易，即使是这么小的一个范围，你看184.7到177，大概就是7块钱的一个范围，但实际上在日内是有很多的一个交易机会。那主要呢就是你要善用这个引线这个工具，对吧？你就能抓到很多的这个机会。好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，感谢观看。